完了，干起来了！你们评评理吧。俺家人一起打扑克，我姥跟温迪一伙，我姥让温迪出勾圈开尖，温迪说他没有，我姥输了。看，我出去了，我赢了，赢了。输了你拿钱啊，你故意的。我勾圈开尖你不出，输了就赖你。我是不是问你了？你说你没有，我没有。你烦人吗 Am I fired? Am I fired? 你看，你这是勾圈开尖儿 ，J K Q A 357，勾圈开尖儿 ，J K Q A。他是不是不会说英文呢？不会说英文。咋整啊？我这个婆婆脑回路太清晰了，让人完全捕捉不了。他们一家人最爱吃的中国美食就是饺子，但是我真是不爱在家折腾，我就直接领他们去吃的自助饺子，52块钱一个人，随便吃。我们就去了。温迪一听饺子随便吃，那去的路上就老开心了。结果到了就懵了，这熟的饺子吧，它能看出来，绿的是素的，白的是肉的。但是生饺子呢，它都有面粉裹着，你看不出来。那饺子前边倒是写了里边是啥馅儿，但他们又不认字儿。然后这饺子呢，你还不能瞎拿，吃不了的罚钱，2块钱一个。所以就非常考验他们能否短时间内精准的找到好吃的饺子，吃回本。他们就都来问我，向我求救。那我看着那素材都往脸上铺，我怎么可能帮忙呢？我说你们就自己品，一定可以找到诀窍。他们开饺子盲盒品了半个小时，最终品明白了。尼寇发现带这个肉字儿的都好吃，但是温迪他又发现了一个现象，就是任何带着这个3字儿的饺子比带肉字儿的更好吃。我还没听懂，我过去一看，发现他说的这个玄机其实就是各种3鲜馅的。所以温迪推断3也是肉，肉也是3，在汉语中应该是指比肉还香的肉叫3。然后我妈今天给我们打视频，我妈就客气一下，说自己要去市场了，问他们都爱吃啥备着。温迪根本听不懂客气，自己点上菜了，告我妈我不喜欢蔬菜，我喜欢各种3，我不挑3。我喜欢猪3、牛3、羊3。你喜欢什么3？我妈说牛3、羊3、猪不3，但是再3也不如你们3，也不如你们3。温迪也很无辜，不是他问我想吃什么吗？他怎么又不开心了呢？温迪不但不理解我妈为啥不高兴，他还老主动出击往枪眼上撞，我根本都拦不住。他让我明白了一个道理，再快的救护车也救不了找死的人，也救不了找死的人。到俺家的第1天，温迪就给我妈打电话，因为他给载奥达买了2件非常漂亮的裙子，就要给我妈炫耀。我妈呢看着还挺开心的，说啊，这俩裙子是真不错，你也算是对隔代人大方。我也是，我舍不得给自己买新衣服，但给孩子买可以。我就跟温迪翻译了，没想到温迪说这是我在2手店买的，我从来没有给孩子们买过新衣服，$82件。我都没敢翻译，人家自己比划。我妈好像都快听明白了，温迪还不罢休，拿过来他从加拿大给我妈买的大礼要给我妈看，是一只玻璃鱼。我知道那个它也是2手的，所以我必须得给温迪保命啊。我说温迪那啥，气氛都到这儿了，你就说这是你特意准备的，老国货高资疯狂多肽套盒，润而不油，一抹吸收，也适合爱吃甜食爱熬夜的温迪家，红红火火送礼不出错。挂了电话，温迪问我发现了你的妈妈的确是不太喜欢我，那我想求你告诉我，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是从哪件事让我给她留下了不好的印象？我觉得温迪他一直不懂，他也挺委屈，我还不如去给他解释一下吧。我说这个吧是从很久以前了，但是都已经过去了。当初呢就是因为彩礼这个事儿，我妈这个年龄呢，她的思维就是这样的，她很重视彩礼，彩礼对她来说呢意味的东西有很多，所以她希望你也重视。温迪说啊，我理解了，我也重视的，但是你不是叫彩玲吗？ But I thought your name was Tylene, not Tylee, not Tylee. 我老公领他妈去办电话卡，把我婆婆办成了一个老赖，现在要被击毙。我的婆婆昨天晚上后半夜到了北京，到了告诉我托运的行李全拖丢了，机场说帮着找找，现在也没找着。然后今天早上我婆婆可怜兮兮的跟俺俩说我呀需要在中国办个电话卡，问俺俩能不能帮她买一个，我就让大胖媳妇带她去了，俺家阿姨还跟着的。结果到了买电话卡的地方，人家告诉大胖媳妇有2种电话卡，一种是全价卡，就是新号，从来没被用过；一种是半价打折卡，旧号，就是别人不知道因为啥原因用一半不用了。但是作为卖电话卡的人呢，人家有义务告知大胖媳妇，就是这种频繁换手机号的人呢，有很多这个情况比较复杂，你很有可能会接到一些催债呀、要钱呐、索赔呀、威胁呀什么之类的一些信息。但是呢，他确实半价。大胖媳妇说很抱歉，我其实没有太听懂，我就想问，如果我妈买了这个半价的便宜卡，那最坏的可能是什么？对方说最坏的可能就是以前用这个电话卡的人是个老赖。大胖媳妇看了他一眼说这有什么的，我妈也是老外。我是老外，他是老外，是老外，老外不然就是老外。俺家阿姨也不会几句英文，就在努力的跟温迪解释。老赖 no good， 你虽然想省点钱，但是你真的愿意被人当成老赖吗？结果人温迪I don't know， 我喜欢这个名字。
Low light kind of 听起来像 Laura。毫无疑问，我当然要买那个半价的便宜的卡。俺家阿姨也没有办法，最后买了个老赖号给温迪插上。大胖姐回家之后，我给她解释了，她明白了，但她看她妈有点害怕那样，她觉得有意思，她还逗她妈。她告诉她妈，完了，咱俩当时都没听懂，犯了个错误，玩大了。这边的规矩就是就按卡找人，卡在谁手里谁就得还钱，看看你手里多少现金，要不然他们要真做出什么过激行为了，那我也帮不了你。温迪真是开始越来越害怕了，手机又来短信了，偷摸给我看。我一看短信，其实就是流量包，没啥。大胖媳妇在旁边装她看懂了，告诉她妈，妈呀！对方说不许动，已有狙击手在对面楼顶瞄准你，你不转账到这个账户，计时180秒，计时结束他就开枪。温迪虽然嘴硬说他根本不怕，但其实脸色已经完全变了。我就寻思，你说温迪还说要来中国帮我带孩子呢，这第一天给自己带成老赖了，明天还要领孩子出去玩。他身体是不错，但这么折腾我也怕他腰酸背痛，所以给他准备了 BKT 护腰坐姿仪，坐上感觉有双大手托着腰，有个很好的支撑，采用人体工学设计，怎么动腰都能贴合身体曲线，让腰特别舒服，久坐不累，小巧轻便，哪儿都能用。接下来这一个下午，好几个诈骗电话骚扰信息，有人连着给温迪打电话，温迪也听不懂我接的，温迪还好奇他说什么？我说对方问你是不是刚刚卖了车的赵艳辉，温迪说你告诉他，我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老赖。 I'm just a lao lai. I'm just a lao lai. Our camera can talk. 我要疯了，这外国人和我们旅游的文化差异太大了，旅个游给我折腾完了。我们来到了美丽的桂林，就是20元人民币上面美景的原址漓江。上船开始，这导游吧，每隔一会儿就会拿个大喇叭跟我们说，大家请注意，右手边叫大象吸水，左手边叫骏马回眸。又过一会儿说，咱们现在右前方就是中外闻名的望夫石。他们呢听不懂就极度好奇，就一直问我。导游说啥？导游说啥？我说导游说问你这个石头它像一个什么？温迪说它像一个石头，一个石头。我说你看啊，这个石头站着望向远方，因为她的丈夫没回家。温迪说那等他干啥呀？还站着等？他不回来，应该也是在外头喝酒呢。我要是这石头，我早把门反锁了。这石头应该叫再见爱人，再见爱人。反正你跟他们说啥像啥，他们都理解不了。这外国人吧，他看山就是山，看水就是水，他们的景区就是纯景，不附加任何故事和意境。咱们呢正相反，咱从小就背古诗，就得背意境。你写作文要是不用象征拟人排比句，真影响你中考高考得分率。但是他们没有，他们的脑回路是直的，可以说只有脑路没有回，没有回。前几天我爸跟温迪讲这个李白的飞流直下3000尺，疑似银河落九天，我爸是这么翻译的。Water 哗哗哗哗哗 ，like a stars， 啪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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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温迪说：“哦，我的上帝呀，星星都干碎了！李白这是一部灾难片吗？灾难片。”他们虽然不理解异境文化，但是呢还贼好奇，就一直问你问题。我不回答就问我爸，我爸解释了一天每个石头像啥。温迪最后说：“你要是硬逼我说，我最多能承认的像块姜，像块姜。”晚上10点回民宿，还拉着我爸要去天台游泳，游到半夜还得我出来喊所有人现在都回屋刷牙睡下去。我以前是俩孩子的妈，温迪他们仨一来，我觉得我是6个孩子的妈。而且我发现老大温迪最不好带，给我爸整的体力不支，第2天说自己身体抱恙。我去他屋一看，老头啥事没有，喝啤酒呢，就是不想出去被折磨了。我说爸，你休想让我承担这一切，我跟你一样，我可没有他们的体格子。所以最近我在尝试这个奥家宝金萃鱼油，一粒就有1.28克的欧米伽3，超浓缩含量高，还添加了维生素 E， 每天1粒，10项全能守护，很方便，给我这种又得工作又得带孩子，身兼数职下疲惫不堪的中年人打造。后来大胖媳妇来广西找我们了，我跟她说，我说我爸还有导游就费尽心思跟他们解释这些石头像啥，你妈和你妹妹们完全不懂。大胖媳妇就找他妈谈话去了，说你们这样吧，有点折人家面子，你们配合一下，人家说像啥，你们就先说像，完事再自己琢磨。这下好，第2天温迪他们跟我们去溶洞，又是一个凭想象力的地方。温迪他们谨遵教诲，一直在捧场。他们带着一个导游耳机，能说英文，告诉他们哪个石头像啥，他们就一直夸。哦，对呀，好像啊。耳机说面前的石头是个笋，温迪就是啊，多损呐，多损呐。但是吧，他们那个耳机有点问题，它慢半拍是错位的。耳机说面前的是一个孔雀，温迪说：“哎呀，真的好像孔雀呀，太生动了。”其实他们面前的呢是金猴回首，孔雀还没到呢。我说温迪啊，捧场捧得好，但是捧早了。这个是金猴回首 ，Monkey look back。温迪说：“啊，等丈夫猴呢，我懂，旺夫猴，旺夫猴。”